他每天都要拉10几次屎，但每次都不擦屁屁，而是把纸巾揉成一个个小球，用马桶水打湿，攥出多余水分，接着用牙膏将其凝固，再用一张纸包住，用力捏紧之后，一把牢房钥匙就制作完成了。当狱警帮他解开手铐时，他偷偷将纸团塞入锁口，这样就算锁住，也能从里面推开小窗，接触到外面的电子锁。至于如何搞到密码，他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一脚将牛奶盒踩扁，展开之后，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蜡膜，撕下来弄干净，趁狱警不注意，悄悄贴在按键上，等狱警按密码的时候，就会在上面留下痕迹，然后再撕下薄膜，根据指纹得出4位数字。在测试了20多次后，牢房的门打开了。不过这只是越狱的第一步，逃出围墙才是真正的目的。而想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要懂得3大要素：了解地形、熟悉规律以及内外呼应。龙叔从被关进监狱的第一天就开始四处观察，他发现这座森严的监狱有个薄弱点，就是禁闭室旁边的消防站。于是他故意和囚犯干架，以此获得小黑屋奖励。然后就是熟悉规律。龙叔发现囚犯们放完风回牢房后，狱警就会有7分钟的休息时间，也就是说，这期间监控室是没有人的。于是龙叔打开牢门，先是修改了监控内容，再顺着通风管道爬到消防站，迅速换上闲置的消防服，最后就是外界的帮助。按照约定好的时间点，同伙在监狱门口引爆了汽车。监狱内一时间忙得不可开交，完全没发现藏在消防车下的龙叔，更没人注意到他上了接应的车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辆车竟然又拐回了监狱。龙叔也出现在了典狱长面前，并且向对方坦白了一切。原来他并不是什么罪犯，而是专门测试监狱安全性的越狱大师。这已经是他成功征服的第15所监狱，为此还出了本书，叫《永远关不住的男人》。然而刚发行就惨遭打脸，中情局的人找上了他，请他去测试一所神秘的私人监狱，那里专门替各个国家关押罪大恶极之人。听描述就知道相当危险，但龙叔还是答应了对方，为了500万的报酬，也为了不让那些人有机会再次作恶。然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，这一去将会彻底失去自由。很快就到了被抓这天，为了确保安全，假身份、接头人以及撤退代码，龙叔已经背得滚瓜烂熟。同伙还往他胳膊里注射了定位器，可没想到刚一出门，他就被人从身后用电击枪袭击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掳到了车上。他们用金属探测仪找到了定位器，并用刀子硬生生取了出来，紧接着又打了一针麻醉，龙叔便彻底失去意识。等他再次醒来，一脸懵逼地看着前方，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特别的监狱。悬空的玻璃单间使得犯人没有一点隐私，戴着面具的持枪狱警愣是找不到一点破绽。更糟糕的是，牢房里还有一架360度无死角监控器，如此严密的防控让龙叔打了退堂鼓。于是在见到典狱长后，主动说出了撤退代码。本以为对方会放了自己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典狱长根本不鸟他，还吩咐手下要对他严加看管。这时的龙叔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可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只能趁放风时间寻找可能逃生的机会，但作为新人的他，怎么可能不被盯上？一个地中海主动上前寻衅滋事，龙叔见状一拳轰在了对方鼻梁上，眼看着大战一触即发，一个男人出面叫停了他们。从他身后的几个壮汉就可以看出来，他在监狱里地位很高。他上前和龙叔打招呼，但龙叔并不想搭理他。不过没关系，龙叔很快就会用到这个叫阿伟的人，因为通过他几天的观察下来，想要从玻璃牢房出去根本不可能，那么只有去禁闭室看一看。阿伟看出了他的意图，并提出可以帮他。结果龙叔这边刚同意，阿伟一拳就将他打翻在地。就在2人相互搏斗时，狱警出手电晕了他们。龙叔也如愿来到了禁闭室，可还没来得及研究，一股刺眼的强光照亮了整个房间。龙叔忍着剧痛观察着禁闭室的结构，用手仔细触摸地板，试图找到一丝漏洞。等到监禁结束，他已经虚脱了，不过也让他发现了破解之法。这座监狱好像也不是那么坚不可摧。他再次找到阿伟，说想要一块金属片，只要找到就可以带你出去。阿伟爽快的同意之后，下一秒就告诉狱警有人要越狱。狱警将他带到了审讯室，面对典狱长的质问，阿伟开始胡言乱语，甚至出口骂典狱长的母亲，气得典狱长当即让手下实施水刑。他们拿高压水管堵住阿伟的嘴，疯狂往里面灌水，而典狱长则悠闲地看着手表。等他喊停时，阿伟刚好剩下最后一口气。而也就在这时，阿伟迅速偷走下水口的盖子，回来之后他将盖子交给龙叔，也成功获得了龙叔的信任。龙叔向他坦白自己是越狱大师，并且将越狱计划告诉了他。原来龙叔发现这里的建筑结构都是纵向的，这就说明监狱很有可能是在地下，而禁闭室的地下有水声，他推测那里应该是导水管，只要顺着它向上爬，肯定能到达地面。而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到禁闭室。阿伟听后觉得这方法可行，主动请缨去拉仇恨，而龙叔则趁机把一块面包攥进手心，随后也加入了战斗。狱警很快就把他们都关到了禁闭室。一进来，龙叔立马拿出提前用牙膏磨亮的金属片，利用反射的强光照到铆钉上，仅10几秒过去，受热的铆钉就崩了出来。龙叔赶紧将其挑出，继续用同样的方法挑出所有铆钉后，他把那块面包塞进嘴里，同时给阿伟发了一个信号。阿伟开始在隔壁大喊大叫，监控室的众人果然被他吸引过去，完全没发现监控内少了一个画面，是龙叔用嚼烂的面包贴住了摄像头。紧接着他掀开钢板，顺着通道来到地下空间，然后又顺着导水管一直向上爬。然而等他用尽浑身力气来到顶部，打开盖子出来后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儿哪是什么地下，分明是一艘巨大的游轮。这座监狱竟然行驶在海洋之上，而且甲板上全都是武装士兵，想要逃出去根本不可能。绝望的龙叔只能原路返回，可途中又不小心碰到了水阀，人不仅摔了下去，搞得禁闭室还灌了大量的水。关在里面的囚犯开始疯
疯狂抱怨。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龙叔成功爬了上来，这才没被狱警发现。不过事后还是暴露了，典狱长发现了铆钉，也明白了龙叔的意图。更糟糕的是，出卖龙叔的同伙给典狱长打来电话，说出了龙叔的一切，还希望龙叔就此留在监狱，这样也能给监狱树立权威，成为世界上最森严的监狱。典狱长很开心的同意了，他命令手下24小时盯着龙叔，只要敢睡觉就制造声响折磨，要是睡着就拎起来一顿胖揍，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，导致龙叔每天都浑浑噩噩，动不动就原地昏倒。可即便是面对这样的伤害，龙叔依旧没有放弃越狱的想法。等到狱警对他开始松懈后，他和阿伟又开始商量计划，想要从大海中逃生，就必须得知道游轮在大海中的位置。龙叔让阿伟帮他弄了一支笔，还有一副眼镜，趁着吃饭时，他偷偷在桌子下制作工具。这个小东西叫做6分仪，通过海平面和北极星的夹角就能测出纬度，但必须要看到天空才能使用。可怎么才能光明正大的去甲板上呢？作为重点监护对象的龙叔是不可能出去的，重担只能放在阿伟身上。他找到监狱里的死对头，希望可以联手越狱。光头男假装跟典狱长告密，说有人在商量越狱，但在交代之前他要去甲板上祷告，典狱长只能同意。而光头男趁着祷告的时间，在背地里偷偷用6分仪测算。等拿到这些数据，龙叔立马就推算出游轮在无风带，接着又通过马桶冲水的漩涡方向，判断出他们是在北面的回归线。还有昨天新来的囚犯说现在是11月，但在船的甲板上还能感受到温暖，种种迹象结合在一起，龙叔推断出这里应该是摩洛哥海岸。现在地理位置有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找外面的帮手。阿伟说他在摩洛哥有熟人，可要怎么把消息传达出去呢？龙叔想到了之前帮他治疗过的医生，当时就看出来对方很善良，所以这次想利用他的同情心。于是龙叔让阿伟故意给了他一刀，趁缝针的时候悄悄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医生，还一边让他想想就医誓言，一边反复的说我是好人，没有犯罪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在龙叔不断的语言攻击下，心软的医生最终答应传递信息。这天晚上，龙叔不停地敲击墙壁，向阿伟传达摩斯密码。谁知典狱长发现了这个小动作，还破译出明天 C 区会发生暴动，并且监控也拍到过龙叔和 C 区的人见面。于是典狱长把大量兵力都派到了 C 区，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龙叔的障眼法，发生暴动的根本不是 C 区，而是他所在的 B 区。混乱中，龙叔3人打倒狱警，拿着对方的枪开始越狱。先是破坏掉联网摄像头，还很贱地说了声茄子。Hey, cheese. 意识到被耍的典狱长立马下令全面封锁监狱，并派出自己的亲信去追击他们。期间光头男不慎中枪，好在龙叔及时关闭舱门，获得了暂时的安全。可让龙叔搞不懂的是，明明拆掉了摄像头，为什么还能这么快追到他们呢？这时一个铁箱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运动传感器。Sir. Whatever you do, I have the power. I own your ass. 典狱长并不是说大话，因为之前龙叔他们已经顺着管道爬到了甲板开口处，可阀门竟然加装了电子锁，用蛮力根本打不开，所以现在只能启用 B 计划。龙叔提出自己去供电室断电，在备用电启动前，他们有5秒钟的时间可以打开阀门。然而受伤的光头男却不干了，他知道自己的情况根本逃不出去，于是决定留下来帮阿伟拖延时间。舱门很快就被狱警炸开，光头男双手持枪对射，可终究是寡不敌众。龙叔赶到供电室，一拳打晕工作人员，迅速操控电脑关闭电源，监狱的灯全部熄灭。阿伟也成功打开阀门，他来到甲板，救援的直升机刚好赶到，他躲着子弹跑到飞机旁，不过并没有就此离开，而是拿起机关枪，眼神瞬间变得犀利，他要等并肩作战的伙伴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典狱长知道龙叔就在供电室，他非常淡定地走进去，因为在他心里龙叔已经是瓮中之鳖。可奇怪的是，找了半天并没发现龙叔的身影，于是命令手下先恢复电力。然而就在电源重启的瞬间，典狱长的笑容逐渐消失，因为他听见了处理水压的声音，而龙叔果然躲在水箱里，只要水一满，水箱就会自动排水，龙叔也顺势被带到了海里，而这就是他的 B 计划。回到海面，阿伟第一时间就看到了龙叔，赶紧放下救生梯，同时典狱长也来到甲板上，对着龙叔不停地开枪干扰。阿伟见状把手枪扔给龙叔，不过他并没有对准典狱长，而是把子弹打在了易燃品上，典狱长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已经葬身火海。这座非法盈利的监狱终于被毁，而他们也成功逃到了摩洛哥海岸。可让龙叔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来接应的人竟然是当初找他下单的女人。原来她是阿伟的女儿，之所以找到龙叔，就是为了让他帮助自己的父亲越狱。怪不得一开始阿伟就上前套近乎，因为他从龙叔的假名字中知道了他的身份。这一切都是计划好了的。不过龙叔对此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没有责怪女人的意思。他真正要报复的是合伙人，勾结典狱长，企图把他弄死在监狱。这笔账必须得算一算。几天后，合伙人从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被装进了集装箱，并且里面十分炎热，就像是在监狱里的禁闭室。更相似的是，集装箱竟然在一艘游轮上，以合伙人的脑子肯定是逃不出去的。等到游轮靠岸，他肯定已经熟透了。而此时的龙叔正挽着女秘书，商量着回家吃烤鸭呢。